然后在低位买入，在高位卖出，那么你除了要识别机会在哪，同时也不能忽略风险的存在，不然到头还是一场空。图中的这个指标，它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成交量。下方这里有一句话，如果你是学过我们量学小课堂第1讲关于散户割肉的内容，那么这一个叫做成交量的首条规律，卖在买先，买卖平衡规律。在之前呢，我做过详细讲解，这里呢，我们再粗略讲一讲。在市场当中，什么叫做高量？一般来说分为2种，一种呢叫阶段高量，一种叫做历史高量。高量顾名思义，就是你所看到的最高的成交量，而根据你所看的空间和时间不同，它分为阶段的高量和历史的高量。比如说，目前我们所看到图中这一个面积，这一个时间内最高的成交量，很明显是中间的这一根成交量，而这一根成交量，它就是我们目前所说的阶段高量。而如果在某一只个股当中，它不只是这个阶段的高量，同时是从它上市以来，就已经存在的最高的成交量，那么它呢，也可以称为历史的高量，或者说叫历史的天量。好，这是对于高量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划分。那么卖在买先，买卖平衡这个成交量的首条规律，它和我们去使用好高量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。什么叫卖在买先？也就是说，在股市当中，何谓成交量呀？因为有了成交，才会有成交量的出现。那么怎么样才能达成成交呢？一定呢是卖方在买方前面有人卖出手中的个股，才会让市场当中存在可交易的筹码，才给了买方有机会去买入这个筹码。而当买方买入卖方卖出的筹码，那么这种就叫做达成了成交。而成交一旦达成，市场中成交量就会出现增加，而后构成了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的指标。这就是卖在买先的一个原则。而往往市场当中有多少人卖出，自然就有多少人买进，这也叫做买卖平衡的原则。那对于高量柱来说，就说当天它会有很多人在卖出，同时也有很多人在买进，这是高量柱它特殊的一个含义，说明当天有很大的分歧突然出现，大家在这一天共同的出现了买和卖的动作，并且还远超平时的一个行为，这一天往往是很特殊的一天。那么我们怎么用好高量呢？好，我们今天讲其中一种高量的跑顶或者说警戒，甚至呢我们可以把它引用为高量持股的一个方案。如何规避被套？我们可以找到最近的高量柱这个呢叫做阶段高量，以高量柱对应的 K 线实体顶底画2条线，分别呢就是我们的警戒线了。而跌破风险线必须呢要执行卖出的一个操作。比如说我们看到图中，在这一轮上涨当中，你会看到下方的成交量是不是偶尔有放大，偶尔有缩小，但是有那么几根，它其实是某一阶段当中的高量。哪几根呢？你会看到这一根，包括这一根，这4根呢是本次行情上涨当中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的高量。第一根、第二根，大家都应该很好理解，很明显它不只是最近的高量，它还比前面很长一段时间都要高。第二根呢更不用说了，它比前面的高量还要高。但后面这一根，和之后最后顶部的这一根高量，很明显它比前面其实是不高的。那为什么它也能用呢？好，我们一个一个讲。我们先讲一下怎么用好前面2根。我们说的是，以高量柱对应的 K 线实体顶底画2条线。这里呢我们先不说画这2条线的作用，我们先把一条线画好。这条线呢就叫警戒线，叫风险线。一般来说它就是我们看到高量柱它的下沿它实体的下沿出现的位置，就是我们的警戒线了。当市场出现了高量之后，说明当天分歧加大，
而一般来说，分歧加大的一天，它往往就是方向选择的一个关键节点。有很多人在这里卖出，为什么卖出啊？因为对后市看空。有很多人在这里买进，为什么买进啊？因为我看涨，所以我买进。那这一天之后呢，就会开始为这一天交易的人，留下一个答案：你是看对还是看错？你如果后续出现高量之后的上涨，说明当天买进的人是对的。如果高量之后下跌了，到头了，比如说这个高量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当天买进的人他买错了，他看错了，所以挨套了。而当天卖出的人很聪明，直接高位逃顶，所以这一天的高量柱代表的是哪一方的胜利啊？很明显，卖方的胜利。而前面这一轮上涨的高量柱是谁胜利了呀？很明显，看涨的人胜利了。而提前卖出的人，特别是低位卖出的人，很明显并没有看对。所以高量柱分歧的背后，在后续行情走出来之后，你就会知道，有人看错，有人看对，甚至呢，有一些可能是大资金看对，散户看错啊，是吧？我们说庄在赏先，也是呢成交量的一条规律啊。以后呢，我们也会讲。好，那么这一天出现了这种买卖平衡异常的放量，或者说它是一个高量，那这一天之后，价格的走势就会佐证高量当天多空哪个胜利。那我们就需要把它的下沿画线，跌破下沿说明什么？空头的胜利，当天卖出的人是对的。不跌破它的下沿说明什么？目前来看是多头的市场出现了赢面更大一些。所以往往如果你说我已经是买入了股票，买入了个股啊，比如说像前期我们讲过散户割肉，像这两个位置不就是散户割肉吗？价格出现了下跌，量能出现放量，而后呢出现了阳盖线，这一天我们说是买点。好，低位如果用散户割肉买进了个股啊，买进了个股，那你说我拿到什么时候卖出呢？你会发现这一天是高量柱，它的最下沿画线，价格跌破了没有？没跌破，没跌破代表目前为止不能代表空方的胜利，所以我们持股。后续呢又出现明显的放量，市场有出现跌破下沿吗？没有，直接还是上涨。当天卖出的人呢，卖在了上涨的中途，价格后续的上涨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高量，后面也是一个高量，价格开始出现了跌破。你会发现这个下沿是不是开始被跌破了？这个下沿是不是开始被跌破了？所以这意味着什么？从刚开始多头的胜利到后续卖出的人，其实才是最后的胜者。我们就应该顺应市场，一开始多头胜利，我们看多，后续多头开始疲软，空头开始涨优，我们应该在此处后两根高量柱被跌破警戒线的时候，去规避风险，去卖出你手中的筹码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在这两根 K 线量能散户割肉的时候买进，而后持股到这两根高量柱被跌破的时候去卖出，这就是一个机会买入风险卖出的操作，规避后续的下跌。这也是我们所说的高量警戒线的一个画法。如何规避买了之后不会卖？如何规避买了之后反而被套？这种情形，如果呢你是一个经常找得到好买点，但是不会卖出，卖了又怕它会涨，卖了又怕卖错的朋友，那么你可以退而求其次，不要想着卖在最高点，你就想着高量柱，我跟着市场的情绪，我跟着大众来。如果大家都看多，并且市场往多头走，我就一直拿着不走了。如果你发现明显是卖出的人占优，卖出的人获胜，那你就应该跑到卖出的人那一方去，跟随卖出做一个墙头草没什么不好，反而会让你在低位获利，高位出逃。现在呢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我们还需要一些实战的案例来讲一讲。比如说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是特斯拉近期的行情，
那么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这一波上涨后的下跌，你能不能用高量柱来进行识别和跟踪呢？我们先找到高量柱，阶段高量。我们后面会再讲一讲这个高量柱的一些使用方法的注意事项。比如说价格出现了上涨，大家注意了上涨当中去使用，你会发现这里是不是出现了连续的放量，而构成了一个高量？我们要的是高量的阳线啊，成交量呢是不分阴阳的，但 K 线还是要看一下的。K 线是阳线所代表的下方成交量，这个呢在上涨途中高量的阳线对我们去看持股会更好。当天是阳线，说明当天开盘之后价格收涨，后续价格当天收涨，说明当天买进人大部分呢还是获利的。这种时候其实对于多头来讲是有优势的，而在上涨途中多头占优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。那么这样的一根高量阳线，它所代表对于行情对于趋势的支撑呢将更加有效。那市场当中出现了下跌，你会发现有跌破这一个高量阳线吗？没有跌破，所以市场呢我们再次看涨。后续价格是不是偶尔也会出现明显的放量？比如说这一天它也放量了，后续有跌破吗？很明显警戒线没有跌破，警戒线没有跌破啊。包括我们再往后看，这一天它也是高量，后续有跌破吗？也没跌破啊。我们继续往后看，这一天也是高量阳线啊，后续它有跌破吗？你会发现下跌之后，在这个位置止跌，然后开始反弹啊，开始反弹，也就是这里也没有跌破，多方一直是占优的，多方一直是占优的。特斯拉从这个低点到高点，多方一直是占优的。我们再往后看，后面价格就是缩量了，缩量那肯定就没有高量。我们再看到这一天是放量，好，这一天的放量形成了大概1周左右的一个高量，这个高量后续有被跌破吗？被跌破了。那这一天它的高量被跌破之后，我们说从这一天开始，慢慢的多头变得弱势，而空头变得强势，说明高位卖出的人开始他们占据了获胜的一方。你会发现市场出现了下跌后再次反弹，也是反弹到前期被跌破的高量柱的位置，而后受阻开始下跌。同时这里的突破走出了一个放量突破，也是个高量，这个高量是不是也被跌破了？也就是说这一个高点都是高量柱被跌破的高点啊，高量柱被跌破的高点。这一波上涨同样也可以用高量柱来去看，你会发现这一天其实就是高量柱，而这个高量柱没有被跌破，因为市场还有再次做多的可能。而直到这一天的高量柱被跌破之后，你会发现市场就开始稀里哗啦的下跌了啊。后面呢，不管是因为什么基本面，什么因为财务的原因，但是我们知道，通过技术面的角度，通过成交量的指标，你会知道，在这一天的高点，它是高量被跌破了，说明这一天开始多头开始转弱，而空头开始转胜。这一天卖出的人处于高位逃顶，对于空头来说又是一次助力。所以后面的市场我们会发现一直下跌。好，这是根据最近的特斯拉的一个行情，我们对于高量柱做了一个再次的使用。现在有2个对于高量警戒线它的一个注意事项，我们要讲一下。第一个也是前面这一个图例当中我们所讲到的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后面2根高量柱比前面矮，但我们依旧要用？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阶段高量，这个阶段高量，正常来讲，1周内的阶段高量，它就构成有效的高量啊，它不是说一定要比前面所有量都高啊。你看这2根，它比前面的所有量都高，这个高量好识别。但你会发现后面的2根量能，也有些朋友对于高量不太熟悉的，他会就开始闹矛盾了。我要不要还是用这一个高量作为防守啊？它的量比较高，好，以这一天做防守，你会发现等到它跌破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快跌得差不多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一个原则是，你的警戒线它一定要是抬高的。往往市场当中价格上涨，它已经把警戒线的上沿都过去了。大家注意了，价格上涨已经超过了警戒线的上沿，那么你就应该寻找新的警戒线。
你就不能够一直死守的这个警戒线，因为它已经没有太多效果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会发现这一天是不是再次放量啊？同时，它的实体已经在前方高量警戒线这根 K 线的实体之上。那么我们就说，这一天的量能哪怕没有它高，它的警戒线也更加有效，因为它的价位更高，同时它的警戒线更高。包括这一天，它放量了，它的实体是不是也比它更高呀？也在它的上沿之上啊。它也是一个有效的警戒线啊，唯一不好就是它的警戒线是比较矮的啊，所以呢，其实你在前方这一天跌破的时候就可以离场了，没有必要呢去等后面再跌破再卖出啊，前方就可以离场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成交量方面的一个使用的小细节。好，第二个就是高量柱出现之后呢，你要关注了它的 K 线的表现。如果你发现这个高量它就是一个实体较长、影线较短的 K 线。好，以它的实体上下沿我们最关键啊。一般呢，我们说警戒线就是下沿，它不跌破警戒线的话，说明还是有做多的机会，而且是大大增加的。那如果它连它的上沿都没跌破呢，说明这个市场根本不需担心，不用担心。如果在上沿之上跌破了其他的高量风险呢，我们再去做一个高抛。但是你会遇到一种情况，比如说高量柱锁定的 K 线，比如说是这一根呢，我们就假设这一天是高量，那它锁定的 K 线是长这样子的，怎么办呢？那么大家注意了，如果你所找到的高量 K 线，它的实体较短，影线较长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就不应该画它的实体了，你应该画它的最低价啊，最低价，把影线加上。如果你发现它的实体和影线没差太多，我们尽量以实体为主以实体为主，这是两个注意事项大家如果在使用过程当中呢，对于高量阳线的一个警戒线的画法还有不理解的、不了解的，或者说还有一些困惑的地方那么都可以呢在下方的评论区呢，可以把你不懂的可以写上。阿哲看到了之后呢，会及时做一个回复，我们也可以多交流。高量警戒线呢，是我时常会去看市场关键点的一个方法，特别是在市场在高位的时候，这个方法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都可以用因为它很简单，但是呢，它的逻辑其实是很直观的基本上呢，用好之后，你会发现很多高位你都可以提前的卖掉。逃到最高点不敢说，但是呢，卖到顶部还是可以的它对你的持股和卖出都是有很大的帮助。